你有听过哪些不买房子的理由？这次我直接帮你破解3个最常听到的借口。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只打算住家里，还需要买房子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不买房的3个主流借口。先说前提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买房自住，而不是买房投资自产。投资自产的各种好处，我们之前影片已经有分享了，所以这次来平衡一下。来分享最常见的3个不买房借口。那这集会讲得很直接啦，很赤裸啦。如果你坚持不买房的话，最好直接跳过不然你一直骂我这个我也不是办法嘛来，第一个借口，少子化很严重，之后买的 CP 值更高。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你还是会买不起因为房价涨到一个阶段以后，的确会动涨那甚至开始大环境的影响、政策影响，它会开始下跌，这才是正常的表现。我也没那么无脑说什么台湾房地产只会涨房价也会有跌的时候嘛这是正常的表现。那你等它动涨的时候，很容易你会追不上房价怎么说嘞我解释给你听。假设你今天买的房子一坪30万，然后10年之后房价涨了50万涨到50万就停住了。好，此时你要卖房子，你会卖多少你50万可以卖，你干嘛要卖往下卖但如果你就是佛心人士的话，好，你一坪卖45万甚至你狠一点你佛一点，你一坪卖40万。好，问题来了，请问当初一坪30万没买的人，过了10年之后突然就会有能力买40万的房子吗？假设这间房子30坪就好，那价差就是300万那就代表你10年以后你要多掏出这300万来买房子，代表你每年的薪水要多存30万元，也就是说你一个月要多存25000块那才有机会买到10年前没买到的同一个房子，而且还老了10年那台湾的2023年薪资中位数是45000块，就代表你要多存半个人的薪水才有机会在10年之后买到一间10年之前你没有买的旧房子我们先不讨论那些细节什么贷款几成，那个政策的事情到时候又不一样，我们单纯就看价差就好。第二个借口，等继承就好，不用自己买。就我们这一辈的人嘛，我看我后台啦，大概都是30到40岁的观众那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也是这一辈的人我们爸妈这一辈的人买房子的年纪大概是30岁左右，晚一点可能35岁。好，这个先记起来我们接下来来看台湾的平均寿命2022年的资料是在约 79.84 岁那所以你爸妈的年纪现在应该是60岁到70岁之间那我们直接算顶标就70岁。等10年以后平均寿命再多个3岁，这不过分吧？10年多少新的抗癌药物都发明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医院的治疗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平均寿命多个3岁，这不过分你看现在这个马斯克钢铁人都在人家大脑里面装晶片的也就是说等到你可以继承的时候，就算你们当初买的是预售屋，你爸妈在30岁的时候买的，然后要等到83岁你才继承得到，这间房子的屋龄已经是53年了，这个就是你看不上的老屋，不是吗？就迈入老屋的这个生命周期了就怕地震的生命周期了。所以此时你继承到的只会是一间老破小的房子，那你愿不愿意住？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那个钱去翻新翻修那第三个，真的给你住，你能住多久？你敢50几年的房子，你要住到你往生然后这个你自己看那个屋龄几年那另一个问题就是，那到时候大环境的房价你还负担得起吗所以不要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第三个借口，租房子的生活品质比较好。对，这个说法是没有错你现在去租台北市的房子假设你租公寓的话一层一个月房租大概3万上下，但如果你要买的话，你那个房贷缴起来可能会突破10万，这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有 CP 值，你还可以把多的钱拿去出国玩去干嘛的那你能够选择现在这个日子过得很爽没有错过得 IG 让人看了真是羡慕，但你又能保证等你老了以后
还是能够维持这样的生活嘛？我们之前的影片已经有讲过，租客现在唯一能够防御房东的招式叫做搬家。房东涨你房租，你不爽就整搬走啊，还能怎样？那你现在20-30岁想搬就搬，这没有问题。那等到你50-60岁的时候，还能说搬就搬吗？惜家带眷哦，这边当然就要打一个问号。当然还是会有那种善良的佛心房东不会随便涨你的租金但是你会把人生的希望就赌在房东是善心人士这件事情上吗？你认为这个几率有多高？假设真的给你遇到了真的是善心人士房东，那等到他给他儿子开始管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他儿子也是很善良像这个新闻，你看房东2代接手以后7年涨3次开了20几年的麻辣锅直接倒掉。我们在实务上看到太多了，就是那个老爸爸老妈妈都不管的，都不涨房租的，所以都租人家很便宜那租人家很便宜的情况之下换给儿子女儿来管儿子女儿看一看附近是多少钱，直接就要涨房租，把过去没涨的一次涨足。对，那接受不了租客就是搬家，就是这样。最近的租金大涨就是这样，而且未来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你不要等继承，这给你等继承到了，假设你不知道自己住的，你怎么会是租人家这个30年前的租金？你也是涨租金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店铺商办店面还是住宅都有这个情况。那到时候住宅的情况涨租金被你遇到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个房东是善心人士 OK 啊，他儿子是不是他女儿是不是？你不知道啊所以好好的想一下吧。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不买房的3个主流借口。第一，少子化严重那所以之后买的 CP 值更高。虽然房价可能会动涨或是下跌，但是等它下跌的时候，你的购买力还是很难去负担它的。房子要大跌就不会是房子自己在那边跌啦，是整个经济大环境都不行了，你知道，就是那种无薪假放到饱，上市贵公司一堆出问题。对啊，在那个时候你要逆势翻身，然后突然去给人家买一间房子，你勇士对，所以这个几率是低的啦那最好的情况是你咬紧牙根只能在10年之后还来买你10年之前看了没下手的房子，然后屋龄老了10年这样。第二种情况就等继承就好，还不用自己买，对吧？可是依照现在的平均寿命那等到你可以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应该50几岁了，已经迈入老年的生命周期，50几岁屋龄对啊你第一个你敢不敢住？第二个你愿不愿意住然后你有没有钱去把它弄得适合人类居住？这个都是问题你继承到的可能到时候是一间老破小的房子，这是真的你自己去看一堆乡下透天，那个老一辈是不是都走掉了？然后现在不是就留给他的子孙们去处理吗？那大概就是你的叔叔阿伯那一代的人就大概50-60岁的人，他们身上大概或多或少都有什么乡下地方的3合院乡下地方的老房子，你看他们有在管吗？没有啊。那个房子给你住，你要去住吗？对啊那第3点，租房子的生活品质比较好，没有错。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租屋的不确定性跟成本会急剧的增加。就算你现在遇到的是好房东，你也不知道未来他儿子女儿接手以后会怎么对待你。我也不是想要泼你冷水只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还有没有听过其他不买房子的借口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房地产这种事情你可以只考虑你这一代，但是如果你有下一代的话，请帮你的下一代去慎重考虑一番。我们现在这个2024年在那边竞争，在那边上班，我就觉得很累很辛苦。我身手也不错啊，我还是觉得很累很辛苦啊。对啊，然后要是我有儿子女儿，我实在不觉得他能像我一样厉害呢，真的那我还不留房子给他，我是要他以后去做奴隶对啊，所以不买房子 OK 啊，你真的不想要房子，可是你也留给你儿子女儿一个比较好的资产嘛，对不对？你可以留股票给他你看他到时候是爱你还是恨你你就要保佑你自己选的对。就比方说你在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你就选30年前台积电有了没？我不知道你就要押中一只股票，然后这间公司30年来顺顺利利都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几率高吗？你不留房子给他，对不对？
你留房子给他是为你的儿子女儿人生保底。那至少可以让他们一辈子有钱花，不会饿死，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变成现代的奴隶。那好，讲到这里，我上次有类似的发言，然后底下就在吐说，不能够留房子或资产给儿子女儿，这样他们就不会努力了，什么有的没的。大哥，这个你有能力留的时候你不留这个不努力的儿子女儿，这个还会少吗？儿子女儿努不努力，这个也是你自己教出来的啊。那你应该问你怎么教的嘛？你怎么会是说，因为我只要留资产给他们，他们就会变坏，他们就会变懒，他们就不努力？我跟你讲啦，那个父母没留资产那一样变懒变坏的人还是一大堆啦。对啊，那我们对后代负责任的表现，我就认为是你就留资产给他，你去保护他的人生，不要让他过得很辛苦过得比你还辛苦。一代一代人，我们就是要一代一代好嘛不然我们这一代一代人是在努力什么？努力个屁我也很反感那个长辈都说现在年轻人都不能吃苦了，吃苦是重点吗？如果经过了我们好几代人的努力，结果到现在的年轻人还在吃苦，那请问前几代都在干嘛？对啊，所以扯远了总之就是你自己不买房子 OK 好，那你帮你的儿子女儿就留房子嘛，那你去保护他们的人生嘛，你自己要逍遥自在 OK 好，那是你的选择。但是你的儿子女儿看你逍遥自在一辈子，没有留房子资产给他，然后他学历也不是顶尖，智力也不是顶尖，努力也不是顶尖，你要他怎么办嘛？对啊，那我们有帮后代做好一些打算或安排的，他怎么样？他人生就不会紧张，你知道那个紧张会是一个很负面的螺旋，就很穷人家的小孩就很紧张，做什么事情都畏畏缩缩，因为他失败不起，承担不起。但如果你今天有资产在保护他，他知道他这一辈子都有这个超商便当可以吃饿不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放胆去做了，机会反而更多。我想这个不用我来说，这个太多故事都是在说明有钱人家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对不对？好，那你想要你的这个小孩子一穷二白这样白手起家，你干嘛？对吧？就让他做有钱人家的小孩嘛，什么都比较会，这有什么不好这就是我对买不买房子的看法那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
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啊，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哦，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哦，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哦，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闭癌就 OK 啊。哦，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订阅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